韩国推出新型隐身战机 KF-21，究竟什么水平？为何与 FC-31性能相似？韩国为何需要这款战斗机？我们知道，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武器装备领域正发生着新一轮的革新。不过到今天，在桌面上的玩家似乎始终就只有美、中、俄三国。美国凭借着二战后建立的军事霸权，常年在武器装备领域起到引领时代的作用。而俄罗斯凭借着庞大的苏联军事遗产，至今余威尚存。中国则作为新世纪以来综合国家发展最快的国家，在军事创新领域大有弯道超车之势。似乎除了中美俄之外，其他国家在武器装备领域就显得乏善可陈了。但是很多国家也有志打破中美俄三国演绎的局面，成为异军突起的一支第四力量。在隐身战斗机的研发上，这种迹象尤为明显。目前正在服役的隐身战机包括美国的 F-22、F-35、俄罗斯的苏57以及中国的歼20，而后续俄罗斯正在研发第二款5代战机苏75，同时中国的下一代舰载机歼35首飞。另有说歼35的原版 FC-31也将会改造为外贸版的歼31，可见中美俄都在隐身战机上发力。而日本、印度、土耳其与欧洲各国也纷纷推出了隐身战机的计划。但出人意料的是，在这些国家中，先发制人的确是在一开始并不被看好的韩国。近日，韩国媒体曝光了其新一代隐身战机 KF-21的制造车间。据获悉，目前韩国方面已经建造完毕，与正在建造的 KF-21战机达到了6架，其中1到4号机为单座版战机，而第5架与第6架战斗机则是双座战机，这就很有意思了。作为一架尚未首飞的战机，就已经推出了双座型，这样的效率可以说无人能及了。目前已经服役的隐身战机中，只有歼20去年推出了双座战机，歼20是在2011年首飞的。从这一点也说明 KF-21战机的技术研发已相对成熟。那么 KF-21究竟是一款怎样的战机？能否胜过中国的歼20战机？作为2011年提出来的项目，经过20年的研发，成为今天的 KF-21战机。从数据来看 ，KF-21战机机长16.9米，翼展11.2米，全机高4.7米，采用2台 GE 的 F414-400发动机，最大飞行速度为1.8马赫，最大外挂能力7.7吨，最大起飞重量25.6吨。这样的数据，一些人可能会觉得眼熟。KF-21战机的性能与中国的 FC-31几乎如出一辙。不少人认为 KF-21战机的设计参考了 FC-31，毕竟 F-35战机是单发，而 F-22战机作为重型战机，保密程度也很高，韩国也不可能从美国那买到普惠 F-135发动机。因此，市面上唯一可以借鉴的双发中型隐身战斗机就只有 FC-31了。因此，二者数据如此相近，恐怕并不是巧合。不过值得肯定的是，相比较印度始终拿着 PPT 在大吹特吹，欧洲搞起旁门左道，试图直接跳过5代机向6代机迈进，而日本则是犹犹豫豫几个版本改来改去，韩国还是相对比较务实的。韩国在 KF-21战机设计上并没有追求全面，而是把一些搞不定的技术，如内置弹舱先放着，造出实机再说。这就使得 KF-21战机在研发进度上没有因为某一方面被拖后腿。至于组装、借鉴、买技术是后发国家的必然路径，其实无可厚非。另外，韩国人自己也明白，在不全面的情况下，与其将 KF-21定义为阉割版的5代机，倒不如将其定义为 4.5代战机。从这一方面也能够看出其务实的特点。既然韩国人自己都不认可 KF-21是5代机，那么自然也是无法与实打实的第5代战斗机歼20同位竞争了。那么韩国又为何要研发一款达不到5代机标准的隐身战机呢？ KF-21战机又有何作用？首先，从韩国国家安全考虑，韩国最需提防的无疑就是北方的兄弟了。不过，比起朝鲜空军大量的老式米格战斗机，韩国空军对朝鲜空军还是有着一边倒的优势。目前，韩国空军配置59架 F-15K、162架 F-16C， 以及自家研制的60架 FA-50战斗机，以及与美国合作研发的 T-50教练机的战斗版本。另外，还有比较老式的272架 F-5战斗机与30架 F-4E 战斗机。此外，韩国还向美国订购了60架 F-35A 战机。看情况，韩国空军其实并不担心在空战中会输给朝鲜空军。
然而实际上，朝鲜真正的大杀器并非战斗机，而是弹道导弹。就在前几周，朝鲜一连进行了4次弹道导弹的试射，这无疑给了韩国方面很大的压力。考虑到朝韩的距离，韩国人就算从美国那儿装备萨德，也很难抵挡住朝鲜密集的火炮与导弹。那么，要如何抵消朝鲜导弹的打击呢？答案自然是用空袭。在韩国的战略中，一旦半岛局势生变，韩国空军迅速出动打击朝鲜导弹基地。可问题是，韩国大量的非隐身战机出动后，不久就会被发现，然后遭到防空火力的抵抗。另外，朝鲜如果今后从中国引进歼10C，或者从俄罗斯引进苏35等先进的战斗机，即使数量不多，也能让韩国现有的空军在突破朝鲜领空时不那么顺利。如何快速突破领空，并且不被防空雷达发现呢？答案自然是隐身战机。因此 ，KF-21战机即使很多功能被阉割，其隐身属性也是主打的方向。不过，美国不是愿意将 F-35战机卖给韩国吗？韩国为何还有必要再造一架隐身战机？首先，韩国近年来一直在追求军事独立性，包括自行研发一些装备。其次，韩国人卖的 F-35实在太贵了。据获悉，韩国买一架 F-35价格在1.5亿美元，远贵于美军的内部采购价。虽然韩国买了60架也不少，但国内有200多架老式战机等着替换 ，F-35并不能弥补韩国空军的缺口。更重要的是，媒体也曝光过，韩国即使买来 F-35，其控制权也不在韩国人自己手中。据获悉，每天早上韩国军方得收到美国发来的密码才能启动本国的 F-35战斗机，这也不得不让韩国人考虑 F-35战斗机在关键时刻是否可靠了。而除了前面提到的针对朝鲜导弹部队以及保持对于美国的军事独立性之外，韩国研发这款 KF-21战机还有另一个想法，那就是打开军贸市场的大门。实际上，在2001年提出 KF-21项目的时候，韩国积极拉拢其他国家进行合作研发。2010年，印度尼西亚加入该项目。根据计划 ，KF-21将在2022年首飞，2026年正式服役。而韩国空军将装备120架，印尼空军装备80架。换句话说，只要 KF-21战机发展顺利，大概率能拿下印尼市场。当然，仅有印尼市场是不够的。KF-21战机的定位应该就是买不起或者买不到 F-35，但又对隐身战斗机有需求的国家。不过问题就在于，俄罗斯已经推出的苏75将军隐身战机，以及将来中国可能为外贸推出的歼31战斗机，都会与 KF-21战机存在竞争关系。而 KF-21战机在性能上对比中俄的外贸机型并没有优势，价格上也很难说比中国的外贸战机能便宜多少。当然，除了以上说的这些因素，韩国作为东亚怪物房的一员，也是积极与其他东亚国家进行比较。就像 KF-21战斗机推出后，很多韩国网友便有意内涵日本的星辰战机难产，以及 FX 隐身战机遭遇瓶颈。因为在半导体产业，韩国正面临着日本卡脖子的问题，所以韩国人心理上就有一种要在其他领域比过日本的想法。比如，日本将出云级改造成准航母，韩国就要造真的航母。这么看来，即使 KF-21战机并不完美，外贸前景也不被看好，但只要能赢过日本，对于韩国来说就算是胜利了。